美国军舰帕奈号在扬子江被日本战机狂轰滥炸，缓缓沉没。这一天是1937年12月。如果放在今天，美国被这么起脸输出，第二天日本本土就要裂开10遍。但极其诡异的是，当时的美国不仅没有拔枪，国内政客和民众反而吓得疯狂后退，千方百计阻挠美日对抗。究竟是什么样的底层代码，让一个即将登顶的工业霸主宁可唾面自干，也绝不还手？坐着轮椅的罗斯福又是如何花了整整9年时间，把这辆疯狂倒车的国家战车强行推上全球霸权轨道？这就不得不提美国当时正痴迷的一门护体神功——孤立主义。这门武功的口诀非常朴素，只要我把门关死，外面的风雨就淋不到我。从建国那时候起，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就立下规矩，欧洲那帮人整天为了抢地盘打群架，咱们是高尚的山巅之城，千万别去掺和，关起大门，在美洲过自己的安生日子就行。到了1930年代，眼看着希特勒在欧洲开始摔杯子砸碗，日本在亚洲到处放火，美国国会不仅没想去当警察，反而自己先慌了。为了防止自己被别人拉下水，参议院的大佬们发挥了惊人的工作效率，在1935年仅仅花了25分钟就全票通过了一部中立法。25分钟是个什么概念？你点个外卖都不一定能送到。这部法律的核心意思就一条，不管外面谁打谁，美国一律不借钱，不卖武器，谁也不帮。他们天真的以为，只要咱们手里不提刀子，别人砍人的时候就不会溅自己一身血。但是当时的白宫里坐着一个头脑相当清醒的轮椅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看着国会这帮人疯狂给自己上锁，还顺带把钥匙给扔了，罗斯福心里大概有1万头神兽奔腾而过。他比谁都清楚，法西斯不是讲道理的街头混混，他是要吞噬整个系统的癌细胞。你不能指望靠闭上眼睛就能躲过一场瘟疫。当时的美国老百姓在报纸上看到日本人在亚洲四处点火，尤其是炸了自家的帕奈号之后，那是天天在街头痛骂日本军阀。家庭主妇们甚至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宁可穿粗糙的棉线袜，也绝不买日本的真丝袜。但魔幻的是，一边是老百姓骂得震天响，另一边德克萨斯州的油井和底特律的废铁厂正开足马力把成吨的战略物资装上货轮，源源不断地运往东京。日本那台疯狂运转的战争机器有将近80%的石油和大量的废钢铁，都是美国大老板们捏着鼻子卖给他们的。这就好比一个是个拿着刀到处砍人的疯子，你一边站在阳台上大声谴责他太残忍，一边转身就递给他一块上好的磨刀石，顺便还卖他2瓶红牛补充体力。为什么会这样荒唐？因为生意还得做，更因为双方的底牌还没彻底亮出来。美国在远东的规矩叫门户开放，大家和气生财，谁也别想吃独食。可日本军部的算盘要把亚洲变成自己独家垄断的后花园。这2套玩法在物理空间上迟早得迎头相撞。罗斯福手里其实一直捏着一个致命开关——断油，只要这个阀门一关，日本这台机器立马就得熄火。再看看大洋彼岸的德国，希特勒当时对美国的看法基本上可以用2个字来概括：鄙视。在希特勒眼里，美国不仅被大萧条折腾得半死不活，而且国会天天在那念叨中立法，简直就是个怕见血的软脚虾。他笃定，只要德国在欧洲大杀四方，大洋彼岸那帮只会做买卖的美国佬绝对没有胆量下场插手。但他严重低估了白宫里那位坐轮椅的男人。罗斯福的段位甩了那些天真的孤立主义政客10条街，他非常清楚，法西斯这玩意儿就是条疯狗，等他咬死了英法，下一个挨啃的绝对是美国。1937年10月，罗斯福特意跑到了美国孤立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在这个连空气里都飘着个人自扫门前雪味道的地方，他发表了那篇堪称平地起惊雷的防疫演说。罗斯福面对台下那些觉得天下太平的民众表示，过去10几年里，大家辛辛苦苦建立的和平规矩正在被人当成废纸撕掉，不宣而战，随意干涉别国内政，无故击沉商船，甚至把炸弹直接扔到平民和妇女儿童的头上。他把这些行为定性为一种国际间的无政府主义，这明摆着说的是日本在中国狂轰滥炸，以及德意法西斯在欧洲的肆意妄为。铺垫完大环境，罗斯福切入了正题。他说，战争就像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当一种危害公共健康的瘟疫开始在社区里蔓延时，大伙儿会怎么干？为了保护健康的人，社区一定会同意并主动采取行动，把那些感染了瘟疫的病人给隔离起来，防止疾病进一步扩散。罗斯福的逻辑很明确，对付传染病，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联合起来，主动给侵略者戴上物理手铐，对他们进行防疫隔离。最后，罗斯福毫不客气地戳破了美国人最得意的那层窗户纸。当时很多美国人觉得，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待在西半球，关好门窗，风暴就刮不到美洲大陆。罗斯福冷冷地警告说，任何人都不应幻想美国能够幸免，幻想美国能指望得到仁慈对待，幻想这个西半球不会遭到攻击，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无济于事的。但罗斯福这番话在国会听来如同屁话，反而把国会里的孤立派给惹毛了。大伙觉得，你一个总统不待在家里好好搞经济，非要跑到芝加哥去危言耸听，是不是想变相把我们拖下水？后来他对一位朋友说，真难啊，你一心想带领人们前进，可是回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着你，这真可怕。1937年12月12日，日军飞机攻击了停泊在中国南京长江水道上的美国炮舰帕奈号，这时2名美国水兵和1名意大利记者中弹身亡，还有40人受伤，3艘油轮也受到日机的轰炸和扫射。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对日本法西斯军队肆意击沉帕奈号的行为义愤填膺，他们向东京发了一个愤怒的电报，要求对击沉这艘炮舰并造成美国人伤亡的事件进行道歉和赔偿。
然而这一事件却助长了孤立主义情绪，他们深恐此事将导致美日对抗。当一项被搁置很久的决议案要拿到众议院投票表决时，孤立主义者们进行了种种抵制。时间来到1938年1月，眼看着外面的火越烧越大，罗斯福实在坐不住了。趁着国会开会，他以海陆军总司令的身份递上去一份特别咨文，核心意思就一句话：各位老板，咱们现在的安保力量太薄弱了，连看家护院都成问题，得加钱扩充点国防装备啊。按理说，在一个快要打成一锅粥的世界里，给自家院墙加把锁，这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但在当时国会那帮孤立派的耳朵里，这简直是逆天。这帮议员立刻警觉起来，脑补出了一出阴谋大戏。你罗斯福突然要钱买军舰，是不是想偷偷摸摸跟英国人串通一气，又准备跑去欧洲玩那种老掉牙的强权政治游戏？为了防着总统拿钱惹事，国会直接给罗斯福开出了一份堪称奇葩的紧箍咒清单。他们揪着总统的衣领，要求他必须当众做出几个匪夷所思的保证。第一，绝对不能动用美国海军去保护那些在战区做生意的美国商人，潜台词就是你们非要跑出去赚钱，挨了炸弹那是自找的，国家舰队可不去救你。第二，军舰只能在自家门口待着，绝对不准满世界瞎溜达，更不准去充当什么强迫实施国际秩序的太平洋警察。第三，离英国人远点，绝对不准跟他们达成任何私下的默契或者同盟。第四，国会竟然要求美国直接从远东撤走所有的军队和商务代表。面对日本在亚洲的咄咄逼人，这帮议员给出的终极策略就是惹不起咱们还躲不起吗？全部撤退，对日本大搞绥靖妥协。这就好比一个村的村委会为了防止村民在外面跟人起冲突，干脆下令全村人一辈子不准出村，连在村口摆摊的自家人被隔壁村的恶霸抢了，村里的保安队长也不准去管。经过一轮又一轮让人心力交瘁的讨价还价，罗斯福才勉强从这帮铁公鸡手里抠出了一笔预算，艰难地把扩大海军装备的法案给推进了下去。时间推移到1938年的下半年，如果当时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挂着一幅世界地图，罗斯福每天盯着它看，估计连砸桌子的心都有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让人头皮发麻的系统崩坏图。在欧洲这片地界上，希特勒刚刚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紧接着在8月份又靠着连哄带骗加恐吓的极限施压，硬生生把捷克斯洛伐克给大卸8块。整个中欧和东欧实际上已经成了法西斯德国想怎么溜达就怎么溜达的后花园。一再把目光投向太平洋，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在中国全面开动。不仅如此，这台机器还在太平洋上蠢蠢欲动，跟欧洲的德意两国遥相呼应，大有东西夹击的架势。看着这张不断被法西斯涂黑的地图，罗斯福脑子里最后一丝或许能和平解决的幻想彻底碎成了渣。于是罗斯福转头就去敲国会的大门，提出了一个直击要害的要求，赶紧把中立法里那个武器禁运的条款给废了吧。罗斯福指着议员们的鼻子说，你们搞的这个所谓中立，号称是不给交战双方递刀子，但现实情况是，侵略者本来就自带满配的重火力，而受害者手里连根烧火棍都没有。你们这表面上一碗水端平的武器禁运，实际上就是变相按住了受害者的手，帮着流氓去砍人。在当时国会里，那帮孤立派大佬主打的就是一个油盐不进。为了把这个坑人的禁运条款从法律里抠出来，罗斯福开启了一场长达300天的政治马拉松。这帮议员还在做着只要我不递刀子，流氓就不砍我的千秋大梦。就在罗斯福和国会那帮老爷们在修改法案上打得你死我活时，大洋彼岸的希特勒可没闲着。时间来到1939年，这时候希特勒刚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欧洲的火药桶已经开始冒烟，随时准备爆炸。同年4月15日，罗斯福决定做最后一次和平外交。他给远在欧洲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拍去了一封相当长的公开电报。他在电文中列举了31个主权国家，建议这两个暴躁的家伙保证至少在10年以内不向其中任何一国发动战争。时间来到2周后的1939年4月28日，地点德国柏林。希特勒特意挑了国会开会这个大日子，当着全欧洲的面对这封电报搞了一场公开的处刑式朗读。希特勒表示，罗斯福的这种建议就像小儿麻痹症带来的后遗症，因此罗斯福也彻底发起任何和平的妄念，那就准备迎接暴风吧。你可以把这当成一个历史的定格镜头。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在波兰边境，德国国防军的坦克履带碾碎了边境的起莫干，三路大军像3把手术刀，精准而冷酷地切向华沙。天空中，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发出的凄厉尖啸，成了那个时代欧洲人挥之不去的噩梦。这不再是报纸上的地缘博弈，而是死神降临的真实音效。而大洋彼岸，美国时间凌晨3点，白宫那部暗红色的电话划破了深夜的寂静。当罗斯福在半梦半醒间接过电话，听到驻法大使布里特急促的声音时，罗斯福被震惊了。尽管他死磕了300天想修改中立法来阻止这一切，但当那匹脱缰的野马真的冲出来时，他还是感到了那种面对巨大灾难时的窒息感。他很清楚，从这一秒起，旧世界的秩序已经物理性死亡。虽然内心震动，但罗斯福没有浪费1秒钟去感伤，而是迅速开启了美国的防御自检程序。首先通知报界，既然无法挽回，那就让公众第一时间面对现实。然后把所有人都拍醒，赫尔、爱迪生、伍德尼这一串美国海陆空的掌门人被深夜叫醒。罗斯福的指令简洁有力，潜艇和水面舰艇立刻进入主要海上通道汇报制度，每天14时45分准时汇报情报。白宫从这一夜起正式进入了长达6年的长期紧急状态。
打完电话，布置了急需要做的事情，余下的时间，罗斯福全部用来收听广播。播音员用紧张的声音发布官方反应，传播留言。但是除了严酷的战争事实而外，其实没有播送其他内容。1939年9月1日的上午9时，白宫的早餐盘按时端了进来，但随之而来的还有成堆的带着硝烟味的电报。此时的欧洲已是下午，德国人的闪电战正在波兰平原上进行一场人类军事史上从未见过的降维打击。德国军队正从东普鲁士南下，以大规模的前行攻势夹击波兰军队。更关键的物理差距在于制空权，波兰空军还没来得及起飞，就在地面被彻底摧毁了。面对满桌的凶讯，罗斯福在9月1日当天向各交战国发出了紧急照会。这份照会中，他用了一个词，震惊了人类的良心。他呼吁各国政府做出保证，绝不空袭和平居民。为此，我紧急呼吁，凡是有可能参与敌对行动的各国政府，公开表明他们的决心，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让自己的武装部队空袭和平居民。我请求立即做出答复。罗斯福心里非常清楚，这份照会无济于事。在总体战的逻辑下，贫民区和兵工厂本就只有一线之隔。他发出这份照会，与其说是为了阻止希特勒，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文明存证。他要让全世界看到是谁在践踏人类的底线，从而为美国未来可能的干预积攒道德合法性。9月3日，英法由于盟约的约束，在民众极其复杂的情绪下被迫对德宣战。从此刻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大洋彼岸的罗斯福很清楚，如果英法倒下，美国就是法西斯面前唯一的障碍。面对国内那些还在大喊关我屁事的孤立主义者，罗斯福在宣战当晚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直到今天凌晨4点半，我还抱有一线希望，盼望某种奇迹能让欧洲避免发生毁灭性的战争，结束德国对波兰的入侵。我不能预知这次新的战争对我国的直接经济影响，但是我确实要说，任何美国人在道德上都没有权利以他们的同胞或者在欧洲战争中活着的或死去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为代价，坐收渔利。美国依然将是一个中立国家，但我们不能要求每个美国人在思想上保持中立。即使中立的人也有权考虑事实，即使是一个中立的人，也不能要求关闭其心灵或良知。我说过不止一次，而是很多次，我已经见过战争，我讨厌战争，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这样的话。Zombie, zombie, Another mother's breaking heart is taking over. When the violence calling silence, we must be missing.